作为一个年纪比较长的人，感觉上是时不我予，还不敢不努力。今年是新加坡60年，独立60年，也是在一个总结的时候，我作为一个学者，观察了经验了50年、半个世纪的新加坡，我感觉上还是应该有些话应该跟大家分享。在新加坡学术与传媒发展的历史中，有这样一位学者，他的一生跨越战火、流亡与迁徙，也见证并参与了一个国家的成长。他就是著名传播学与社会学学者、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郭振宇。2026年3月23日，郭教授在新加坡去世，享年85岁。1940年，郭振宇出生于战火中的中国福建永安，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。一个在空袭警报中诞生的婴儿，很快便随着家人辗转迁徙，直到1949年，随着时代巨流渡海迁往台湾。他曾说自己是经历大江大海的那一代人。在台北建国中学完成学业后，郭振宇进入政治大学新闻系，在那里修读的一门传播学课程，使得他意识到理解社会需要更深的工具。于是他远赴美国深造，转修社会学。从夏威夷大学硕士到明尼苏达大学博士，他的研究关注语言、儿童与社会化，这些看似细微的课题，却成为他理解多元社会的钥匙。在学术之外，郭振宇也是一个深情的人，与妻子罗一菲相识于青春岁月，相伴一生，跨越时代与地域。1973年是郭振宇人生的重要转折。这一年，他举家来到新加坡，从此在这片土地扎根超过半个世纪。在新加坡大学以及后来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期间，郭振宇参与了最早一代的新加坡社会研究，从家庭结构到语言政策，与同事共同奠定了本地社会学研究的基础。但郭振宇不仅是学者，更是拓荒者。上世纪80年代，当传播科技尚在起步阶段，他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媒体变革的来临。在新加坡国立大学，他筹建大众传播系，随后转往南洋理工大学，从零开始创办传播学院。从临时校舍到国际知名学院，他带领团队建立课程体系，推动国际合作，创办校园报纸，引入电视制作训练。作为亚洲传播学刊创刊主编，他推动亚洲学术进入国际视野，打破长期由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。校园之外，郭振宇同样活跃于公共领域。早在1970年代初留美期间，保钓运动风起云涌，他积极参与，起草上书，组织集会。到新加坡后，从报纸专栏到电视座谈，再到担任广播管理机构理事，从参与大专辩论会到担任华语节目审核委员，不断将学术融入社会现实，讨论语言政策、文化认同与媒体责任。他始终关心一个问题：在一个多元移民社会中，我们是谁？直到生命晚年，他依然没有停止思考与发声。2024年8月，84岁的郭振宇仍为《联合早报》撰写长篇评论《新加坡华族方言路在何方》。在文章中，他回望新加坡华人社会从方言为本的邦群结构，走向华语为共同语的历史转变，提醒语言政策从来不只是理性的选择，也伴随着情感的代价。他提出，在时代已经改变的今天，语言政策也应重新检视，这是他留给社会的最后思考之一，温和理性，却始终不失关怀。晚年的郭振宇也把一生思考写进著作之中。去年9月推出华文新书《新加坡国族建构之路：文化、语言与传播》，提出新加坡的身份认同建构没有终点，是一个不断变化、不断重塑的过程，正如他自己的人生。
郭振宇说，刚到新加坡时不知如何回答你是哪里人，而多年后答案变得简单而坚定，我是新加坡人。文化发展需要时间的沉淀，不是说10年20年，不是说50年100年啊。从历史的长河的视野来看呢，新加坡的华族文化要落地生根，现在刚刚才开始。